好了，听话，别闹。蓝忘机刚从他的禁锢中解脱，便沙哑着声哄道：好了，好蓝湛，我听话，不闹。魏无羡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，知道那人的担忧，眼中的爱意却不减分毫，附在他耳边轻声道：好，乖，睡吧。蓝忘机说完，便一个转身避开那人受伤的手，重新将人拥抱入怀中。可那颗心依旧跳动的厉害，这个小坏蛋，从前也是，现在也是，总能招惹得自己久久不能平静。睡吧。蓝忘机轻哄着他，也不知多久，怀里才传来平稳的呼吸声。他暖暖一笑，伸手轻轻地抚过魏无羡的眉眼，这才温声道：晚安，魏婴。感受着魏无羡的温热，蓝忘机也拥抱着人睡熟。无边无际的黑夜里，魏无羡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星光萤火，点亮了沉睡的夜，随即便是坠入深渊般的血腥。他嘶吼挣扎着，只觉得自己不能呼吸。蓝湛，不要，不要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魏婴，怎么了魏婴？蓝忘机被他的嘶吼吓醒，立刻用灵力点燃烛火。那人胡乱的挥着手，呼吸急促的不像话，慌乱的便将魏无羡拥抱入怀里，呼唤着他名字：我在，我在。魏婴，魏婴，别怕，别怕。魏无羡听他呼唤，猛地一下睁开双眼，微张着嘴，呼吸依旧急促的不像话，眼睛久久不能聚焦。魏婴，看着我，慢慢的，慢慢的呼吸。蓝忘机眼中依旧慌乱的厉害，可他还是强忍着情绪，哪怕身上已经冷汗连连，可还是努力的镇定着，对魏无羡轻声道。可魏无羡呼吸依旧慢不下来，他只觉得有人死死抓着他的肺部咽喉似的，是强烈的窒息感。眼前依旧是那血淋淋的一幕，他感觉那人在叫唤他，很是温柔，可始终分不清是在现实还是梦里。梦里那人也是这般的温柔，温柔的把刀划在自己身上。不，不要，不要。蓝湛，蓝湛。他拼命的想要摆脱眼前的血腥，摆脱那强烈的窒息感。再一次嘶吼出来时，他只觉得自己口中也是那样难受的腥甜，眼前的血腥慢慢变成那人惊慌失措的脸，他却着急的想要认错。蓝湛，我错了，你别吓我。他能听见那人急不可耐的呼唤，可却渐渐的连他的脸都看不清了。夜依旧黑，蓝忘机只觉得自己又重新经历了一次生死洗涤，他想让这人知道自己真真实实的感受，却不想却对他影响这般的大。原本那身体才渐渐的康复，这一梦夜竟是又将他拖了回去。再一次，蓝忘机被他那唇角溢出的猩红吓得寒凉透骨，他几乎是一边输送着灵力，一边抱着人，连外衫都来不及穿，便往衣舍疾步而去。明明没有几步的路程，他却觉得时间是如此的缓慢。那人垂下来无力晃动的手，更是让他胆颤心惊，是害怕，是恐惧。蓝忘机只觉得自己也疯魔了一般，他怎么能去吓这人？明明经历了这么多就极度敏感缜密的人，明明是伤痕累累的人，明明也那么爱自己的人，他怎么能去吓他？这一刻，无数的自责，无数的懊悔。那医师被连夜惊醒，看着蓝忘机怀中没有动静昏睡的人，心下也一惊。他这把老骨头这近1年几乎隔三差五的就被魏无羡折腾，急忙帮着将人躺下，探脉查看。医师眉头每皱一分，蓝忘机手便攥紧一分。他看着魏无羡惨白的脸和那紧闭的眸子，心里疼得发慌，好不容易才煎熬到那医师查看完告知他如何。蓝忘机努力的镇定问道，可若是仔细听，那声里还是带有强忍不住的颤抖，气闷血塞。魏公子身体本就亏空的厉害，切忌情绪过急，先扎针疏通血塞，再喝药息掉，先稳定下来再看看情况，劳烦先将魏公子上山敞开。半伏起身。好。蓝忘机将魏无羡衣衫敞开，把人半抱起靠在自己身上，无力的头就这样软软的贴在自己胸膛，安静的可怕。从始至终，蓝忘机整个人都冷的可怕，是他，都是因为他。纱布下缠绕的伤口，早就因为自责怨恨和心疼已经被他攥得又渗了血。医师把银针扎在魏无羡身上，本是安静的人突然间呼吸急促，猛地呕出一口血，随后紧紧抓着自己的胸膛处，似乎承受着某种痛处，只是微睁的眸里依旧浑浊，没有意识。魏婴，你如何？别抓，别抓！蓝忘机甚至来不及擦干净他唇上的血迹，便制止住他扎自己胸膛的手，语气急促又慌乱。呕出血后会慢慢见好，现下魏公子身体上的疼痛是难免的，
二公子小心看顾便好。医师见他呕出血，心里松了一口气，收了银针，又温声告知蓝忘机魏无羡现下情况。多谢医师，不必，二公子现下可带魏公子回去休息，等药熬好了，我再差弟子送过来。好，多谢。蓝忘机依旧制止住魏无羡因为难受痛苦去抓挠自己的手，见他慢慢镇定下来，这才将他衣衫穿好，小心翼翼地抱在怀中，稳着步子离开。看着只穿着内衫出去走远的蓝忘机，那医师只觉得自家二公子当真是爱惨了怀中那视若珍宝的人，也只有那人才能让他忘了家规礼仪，忘了所有，如此这般，他轻叹了一口气，也不知日后又是如何一个光景。蓝湛，魏无羡在蓝忘机怀中浑浑浊浊的醒来，他还是没有精神，一开口说话喉间胸间都疼得厉害，生理也尽是沙哑虚弱。醒了，很疼是吗？忍一忍，等会回进室休息片刻，弟子送药过来了便会好些。蓝忘机见怀中虚弱慢慢清醒的人，已经没有办法言说自己的难受心疼，也更加不能露出自责的情绪，让这人忧心，只能温声宽慰道：好，回进室不疼，天怎么还是黑的？就快亮了，睡吧，天亮我唤你。魏无羡累得厉害，也疼得厉害，他头脑依旧很是浑浊，知道自己又给这人添麻烦了，可他想不了那么多，在蓝忘机温暖的怀抱和平稳的步子里，只觉得身体是那么的沉重，只想闭上眼睛再睡会儿。蓝湛说天亮了会唤他的，那他便再睡会儿。又是深黑的夜里，魏无羡只觉得天亮的很是缓慢，他等了好久好久都没有听见那人唤自己，他似乎睡了很久，浑浑噩噩迷迷糊糊的睡了很久，连被蓝忘机喂药，他都是无意识的便吞了下去。他身体亏空的厉害，整个人也是虚弱无力，看起来病怏怏的，哪怕这些天被小心照顾着，也分毫不见好转。蓝忘机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，每每想到是因为自己这人才这般，恨不得拿那烙铁往血肉里烙，才解几分愤恨。蓝湛，上来睡。魏无羡白日黑夜都总是会迷糊睡去，有时清醒便总会看见蓝忘机靠在他身侧床榻前不安稳的睡着，他一动这人便会一下惊醒，知道自己这些天又下狠了这人，心里揪疼的厉害，低声轻唤道：醒了，可又不是要喝水吗？还是一下的惊醒，又立刻收了情绪。蓝忘机第一反应便是询问魏无羡身体，或是他想要啥，却在魏无羡轻握住他手时冷静下来。上来睡，我冷。二哥哥，好。知道魏无羡所想，蓝忘机也顺了他一上床，轻轻将人搂抱在怀里，身体却是细不可察的轻轻颤抖着。这些天他每日都在自责心疼中度过，甚至不敢去触碰一分这人，现下感受着怀中的温热，那些情绪却是更加汹涌起来。蓝湛，感受到蓝忘机的情绪，魏无羡立刻唤了他名。无事。蓝忘机把头搁置在魏无羡肩头，使劲的感受着他的一切，声里带了些沙哑，